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全球海运贸易预计今年增长 5.1%， 主要受红海航运改道影响，但美国总统选举和中国经济放缓是关键风险因素。下面这条，欧洲股市下跌，因市场波动持续，央行政策决定的争论加剧了投资者不确定性。由于美国近期公布疲软经济数据，引发担忧，美联储坚持维持20年高位利率将使经济更大幅度放缓，导致市场动荡。周四公布的美国失业救济申请人数数据受到高度关注，投资者也为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在未来几个月采取不同的政策方向做好准备。下一条，摩根大通表示，全球套利交易已移除3%，近期抛售抹去今年收益。下面这条，摩根大通将美国今年底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从 25% 上调至 35%， 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压力缓解。接下来，受估值下降影响，投资者谨慎回购美国科技股，但高估值仍可能惩罚在市场再次下跌中逢低买入者。下一条， Bumble 约会应用下调收入预期 1% 至 2%， 低于此前 8% 至 11% 的预测，导致股价暴跌 35%。 尽管应用改版，但吸引新用户和变现方面不理想，导致每位付费用户的平均收入下降。让我们关注，日本央行官员预计政策将在加息后仍保持宽松，认为加息幅度不足以扰乱全球市场。下面这条，大型科技股近期估值降低，但投资者仍持谨慎态度。尽管市场出现反弹，但大型科技股仍在下跌，投资者担心人工智能投资过于激进。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科技股估值更具吸引力，可以逢低买入。接下来这条，7月中国销量的新车中，一半为纯电动或插电混动。这一里程碑表明，中国在电动汽车采用方面已大幅领先西方国家。下面这条，周四美股期货基本持平，华尔街未能延续近期反弹势头。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持平，纳斯达克指数期货上涨 0.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跌 0.2%。 此次反弹受阻延续了本周大部分时间以来的波动走势。当天，初请失业金报告受到关注，数据表现良好可能让交易员对就业市场状况感到安心，表现不佳则可能带来更多动荡。接下来这条，礼来制药提高年度销售预测30亿美元，主要受益于其畅销减肥药 Zepbound 强劲的需求和产能扩张，推动其股价盘前上涨超 10%。 下一条，美股期货周四大幅上涨，因初请失业金人数低于预期，缓解了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健康的担忧。接下来这条，美国就业市场乐观，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下降超过预期，科技股带动市场反弹，标普500指数上涨 1.8%，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1.8%。 最后一条，礼来公司第二季度收入大幅高于华尔街预期，带动股价上涨逾 10%， 得益于 GLP 1药物 Mounjaro 和 Zepbound 的强劲销售。公司上调全年展望，预计收入将达454至466亿美元。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